你有想过人跟神对战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赢呢？对，没错，今天我们要讲的正是游戏人生的第7卷，空白兄妹俩带领大家与神对抗的故事。不过我这里跳过了剧场版的第6卷的故事内容，建议没看过的观众老爷们可以先补一下剧场版的动画，再观看此视频，效果更佳。咱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书接前文，在前几卷的末尾描述了兽人总的老大巫女她的内心的变化。因为男主他们攻略海七总的时候，男主并没有牺牲兽人总的一野老爷子，就攻略了海七总，让兽人总的当家巫女看到了可以不用牺牲别人便能达成攻略他族的目的。于是巫女把自己曾经未能实现的梦想逐渐寄托在了男主的身上，并越发的信任男主。在第6卷的末尾，男主其实跟身边的人闲聊时说，攻略排名第1的神灵种可能有些困难，因为这个世界起初就是各神灵将自己创造的种族当棋子互相争斗，所以神灵种的各个神仙没办法作为统一的团体轻易攻略。但是男主提到了，如果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去争夺种族棋子这个东西的话，那么找某个神仙对战就没必要找一个特定的神灵种来做整个种族的代理人了。说到这的时候，男主直接给兽人种的巫女一个眼神，巫女也明白了男主的意思，于是很快巫女高搭法台，呼风唤雨，强行用能力把寄宿在自己身体体内的神灵种之一基凯种的创造者狐疑之神给召唤了出来，让男主有了跟神仙对战的机会。然后巫女她就死了啊，那么她是怎么死的呢？不知道，因为第7卷开头玩了一个倒叙，直接省略了中间的很多细节。男主到底是怎么逼迫神仙才肯跟自己进行对战的，这里根本就没有说。此时也不知道拿了什么样的条件作为了赌约，甚至连现在赌的游戏获胜的真实方法也完全不清楚。只知道男主成功的用套路让狐疑之神跟男主他们签订了对战契约，并且让男主兄妹俩兽人种的伊野一刚、吸血种的布拉姆以及天翼种的吉普利尔和人类种的史蒂夫共7人参与到了这个跟神对战的游戏之中，并且主角团一进入游戏，狐疑之神就删去了大家过去24小时的所有记忆。等男主他们缓过神的时候，人就已经进入到了游戏世界之中，并且此时眼前的巫女就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因为删去了过去的记忆，所以狐疑之神代为讲解他们现在的游戏规则。首先，狐疑之神以这个星球作为参考模板，制作了一个拥有351格的大富翁的棋盘游戏。每个玩家手上一开始就拥有10个骰子，可以一上来就把所有的骰子都扔出去，并前进到点数相加之后所在的格子上去。但是每回合结束，骰子就会减少一个，以此类推，经历几轮游戏之后，玩家要在骰子全部消失之前到达终点，才算是赢得了比赛啊。不过按照等差数列求和公式啊，可以看出来，哪怕玩家是天选之子，每次投出去的骰子都是6点，那这个玩家最多也只能走到324格，没法到达终点。但游戏里允许玩家之间组队之后，队长将得到同伴的骰子，并且可以一起扔出去。但是每次减少的骰子数量就会根据队伍的人数进行变化，减少的骰子数量是以队伍的人数乘以总人数减1的数来进行计算的。以此类推，看起来这像是一个逼着人组队就能赢得胜利的比赛，但实际上里面的坑众多。因为游戏棋盘上有350个格子，所以等会儿进入游戏的主角团这7个人将要各自写50个挑战课题，散落在棋盘的各个角落上。踩到这个格子的玩家或队伍必须在72小时内完成对应格子上的挑战课题。完成课题的人可以把写这个挑战课题的人的一个骰子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但相反的，72个小时内没有能完成挑战的话，将减少一个骰子转移给写挑战游戏的那个人身上。所以看上面公式，无论怎么样组队，都将有可能有人会踩到某个格子并进行游戏挑战。更坑的是，游戏规则里面明确说明了7个人里面有一个是没被删除记忆的叛徒，他的目的和别人不一样，以至于这个叛徒必定会因为别的目的而跟其他人捣乱。而游戏规则中还有一个可怕的惩罚机制，每个骰子被赋予了玩家1/10的质量时间的魔法能力。这个魔法简单来讲就是每丢失一个骰子，对于大部分的玩家而言，就是会减少1/10的身体岁数，身体会随着骰子的减少而逐渐变成小孩。如果多获得一个骰子，身体的岁数年龄就会增加，身体也就会逐渐的变大甚至衰老。如果所有
有的骰子都丢失了，这个玩家就类似于进入了肉体死亡的状态，会被判定为游戏失败，这就进入到了一个囚徒困境的博弈之中。要不然选择相信所有人，最终会让叛徒获利；要不然选择各自猜忌，导致所有人都可能会产生损失。所以光按这条规则来看，最终这个游戏必将变成互相厮杀的局面。但失去过去24小时记忆的男主很快就发现了这16条游戏规则中的几条有偏向性，对于某些玩家而言极其有利。所以男主猜测这个游戏规则其实是参与游戏的人和狐疑之神共同参与制定的。但为什么比赛的开始要让巫女死呢？信息太多，导致男主这时候也脑容量过载，愣了半天没想出来原因。连妹妹白找男主搭话，男主也没有给出任何的反应。最后没有办法，白只好当场把史蒂夫的内裤给扒了下来，震惊到了男主，这才让男主缓过神来。不过此时男主却问出了一个非常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史蒂夫，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史蒂夫则是一边提着自己的内裤，一边哭唧唧的说道：你搞我，你还问我为什么在这里，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不过这一下子也让男主冷静了下来。男主他很确信这个游戏最终胜利的条件肯定不是走到终点那么简单。于是男主冷静下来以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并且他向众人宣布，男主他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不可能是叛徒，并一一列举了原因是带着嘲讽的那种列举。最后男主还说，为了展现各位的忠心，为了协助我获胜，仆人们把你们的性命都交给我，作为信赖的证明吧。所有人听完男主的话以后都表示很认可呀，于是很快参与游戏的人进入了一个密闭的小房间，各自书写完用于放在大富翁棋盘上的50个挑战游戏课题之后，在初始格上就只剩下空白兄妹俩和史蒂夫还站在这里了。原来男主让大家把骰子交给自己的时候，大家瞬间就开始对男主的意图产生了猜疑，并纷纷发表了背叛宣言后选择独自踏上了旅程。而这一切其实都在男主的算计之内。既然从一开始就被设有了一个叛徒，那么干脆就把水搅浑，让大家从一开始就认为男主不是个什么好人，并开始互相猜疑。只要空白二人组是一组的，那么面对未来的比赛对抗，从一开始骰子上的数量就有很大的优势，无论对抗谁都能有办法逐个化解。只有史蒂夫傻乎乎的真信了男主的话，竟然没像别人一样独自参加游戏，反而是把自己的9个骰子交给了男主。但是如果史蒂夫真的只是站在初始格不参与游戏，很有可能会直接被剥夺游戏资格，失去生命。所以逼不得已，史蒂夫被男主他们胁迫组了队，一起踏上了旅程。但这个游戏的坑比男主想象的还要大。这个大富翁游戏的棋盘实际上一格是一个直径10公里的正方形区块整个区块都赶上一个小城市的大小了。真用腿走完350格，实际上的距离等于从沈阳徒步走到了三亚。所以男主带着妹妹亲自走了一格之后，就当场摆烂，躲在这个游戏的第2格内生成的小房间里面就不出来了。不过史蒂夫可不甘心游戏就这么失败，硬是去找了一个木板和拖车，强行把空白兄妹俩给弄出了房间。史蒂夫自己则是拉着拖车，带着2个人往下一格走。见史蒂夫这么任劳任怨，男主也是带着同情心的心理，回答了不少史蒂夫不了解的问题，比如说征收大家骰子的这个事儿，本身这就是男主的一个虚张声势，因为真的要把别人的骰子都集中到男主的手上的话，男主的岁数会瞬间变大，被扩大到115岁。作为人类的男主，这样一下子就会触发老死，根本没法继续玩这个游戏。男主只是为了让游戏发展成所有人都会背叛的局面，以确保游戏能够进行下去。但是男主说话极其中二，史蒂夫到最后都没有搞明白男主真实意图是什么。不过没关系，男主说这个游戏的真正难点根本就不在背叛上面，因为最困难的地方是人他会饿死各位你们就想吧，2个长期熬夜的阿宅要从沈阳徒步到三亚，路上还没有别的人，不死都给蜕层皮好在白的超强记忆力和运算能力发现了这个游戏棋盘其实是从地上各个真实地区1比1复刻过来的，并且这个游戏区域内仍然有动物的存在。所以男主他们就一边学习如何荒野求生，一边去找马车来帮助代步。就这样2天过后，男主他们用找来的马车作为代步，来到了第38格的区域。男主他们很幸运的在这里遇到了
狼群，并很快就被这群狼群疯狂的追赶着。男主和妹妹一如往常的进入了逃避现实的状态，幻想着等回去了以后要制造枪械、导弹之类的东西来把这些野狼给轰死。不过野狼可不管你们这么多啊，张开血盆大口，差点就冲上了车，要咬死空白等人。千钧一发之际，一刚突然出现，咬死了野狼啊！准确来说，一刚根本就不是来真心救男主的，纯粹是因为一刚的骰子正好知道这一格触发了男主写的课题，而男主只写了他和空白才知道的问题，比如勇者斗恶龙5最开始的选项是什么，这就导致一刚这个意见人根本不知所云，只能被强行困在这里。刚才一刚正饿得发慌的时候，看到男主他们带着一群食物在遛弯，所以一刚冲了出来，率先把食物给抢走了啊！不管初心如何，好歹也是救了男主他们的恩人，所以男主后来还是把自己出题的那个答案告诉了一刚，但一刚并没有要解题的意思，反而是打算在这里逗留72小时结束之后再离开，这就让史蒂夫感到诧异了啊！明明大家都写了要背叛男主一样，为何一刚却没有落井下石对付男主，甚至连对待游戏都不打算靠作弊的方法，甚至还想要按照规则来达成取胜的目的？男主则是大致的猜到这是为什么，但男主并没有为史蒂夫多做啥详细的解释，而是继续的带着白和史蒂夫踏上了旅程。3天之后，男主他们离自己骰子的那个点数62那一格只差2格之遥。一路上，男主他们统计了所路过的那些格子上所写的各种课题，并发现了不少规律。比如一刚其实跟男主他们一样，写了很多只有自己和一野能够完成的课题，而吉普利尔写的课题全都是由非踩动格子的人提出游戏内容，在2个人以上的成员出现时，立刻向盟约宣誓开始游戏并取得胜利。这个课题的成立条件非常的苛刻，因为很难有第三方的人同时出现的时候，还有2个以上的玩家也踩在这个格子上，所以这个课题属于废课题，不用完成也能自然通过。不过一旦真的是要遇到课题那种情况的话，恐怕这个课题是最难突破的那种吧。而男主也从这些课题的规律上发现，可能没失忆前争取到这个课题规则的人啊，就是男主他自己，因为男主认为自己肯定会在赛前就极力避免神灵种设下玩家间互相残害的内容，所以男主故意加入了必须课题成立和课题必须是2人以上都能完成的课题作为前置条件，这样如果有叛徒想要设下只对自己有利且试图用让踩到格子的人当场死亡之类的方法来赢得胜利，那么只要男主设下了这几个规则来作为屏障，这个叛徒就给掂量一下，万一自己踩到了自己所写的课题的话，自己无法完成，就要面对死亡，当场被淘汰的风险。可男主刚跟史蒂夫解释完这些事情之后，男主他们正好路过了第61格上，看到了这格上面写的课题是面带微笑的拔掉那根玩意儿，然后爽快的去死吧。男主瞬间浑身直冒冷汗，刚说没人会自己找麻烦，结果就有这样的课题，能写出这样攻击下体的东西的人啊，只有一野这个老东西。结果巧的是，一野老爷子也正好经过这个格子，碰上了男主他们。一野那是一见面就毫不避讳的跟男主说自己就是想要弄死害死巫女的叛徒，即男主这个渣男。一野认定了男主就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坏人，所以一野哪怕献祭自己的生命也要坑死男主。不过男主反将一军，说你写的这个课题里面啊，那个玩意没写的太具体，导致有尾巴的人呐，那个尾巴也可以当做那玩意儿，这样一眼你的课题很有可能会害死你自己的孙女一刚啊。这话一出，当时一野的脸色大变，立马换成了笑脸，跟男主称兄道弟，求问男主是否有解决的办法。男主则顺势套出了一野所写的所有的挑战课题的内容，然后知道了一野所写的东西之后，男主直接耍无赖，驾着马车带着自己的队伍就扬长而去了。他根本就没有告诉一野破解的方法啊！其实一野的课题压根儿就不需要担心，因为一野写的课题都没有写主语，只要出题者没有指定谁完成课题就没法成立，不用完成课题就可以安全通过。不过男主啊就是想恶心一下一野这种笨蛋，所以就这么跑了。此时此刻，男主大致已经掌握了除了布拉姆之外所有人写的课题，感觉应对起来问题都不大。男主对赢得比赛那更是信心倍增。很快，男主他们就来到了第62格，即将面对他们所要进行的挑战课题。而这一格上所写的挑战内容是：课题对象者立刻转移至空中，坠入至眼下的岩浆燃烧。
刚读完课题的那一瞬间，男主他们就被传送到了高空之中，并朝着滚热的岩浆池中坠去。照这样的趋势啊，男主他们是必死无疑。好在男主急中生智，迅速的扒下了史蒂夫的内裤，并包裹上了之前带来的食物，猛地朝脚下的岩浆扔去。因为内裤易燃呐，所以内裤在接触到岩浆的那一瞬间就燃烧了起来。很快周围就响起了课题视为达成的声音，而脚下的岩浆也瞬间变成了湖水，让男主他们可以安全落地，不会被烧死。男主他们之所以可以完成岩浆这个课题，是因为课题里面并没有说谁燃烧，所以内裤燃烧了也可以达成课题的目的。不过为什么一定要用史蒂夫的内裤啊？那纯粹就是男主的私心所致了。而这个课题男主立马就猜到了是布拉姆所写的，因为只有他根本就不在意游戏的输赢，自己惨了也无所谓，才会一通乱写。不过真正超出男主算计之外的是，男主和白他根本就不会游泳啊，两个人差点摔到湖里面就给淹死了。好在史蒂夫救了男主他们一命。不过等上岸了以后，史蒂夫还是向男主指责道，你说一切都在你的算计之内，不会有自相残杀，但眼下这不是已经出现自相残杀的局面了吗？但是男主说能让布拉姆参加这个对抗神的游戏，必定有不需要到终点就能赢的有利条件。虽然布拉姆写的课题有点坑啊，但是这个课题其实大部分人都能够完成，所以还是那话，空白的字典里没有败北。虽然这话又是没有正面回答史蒂夫的问题，但是空白兄妹俩那更加是胸有成竹啊，确定未来所面对的攻略必定是一帆风顺的。随后到了第18天，男主他们的干粮就吃完了，男主根本就没有算计到自己又要面对快要饿死的大危机了。但更没想到的是，男主他们第二次投的骰子所到的格子，还恰巧那个课题就是男主他们写的，并且这个课题的问答是只要答对了问题就能获得一台哈雷摩托车啊！一下子男主就像久旱逢甘露一样，迅速作答并得到了一台哈雷摩托车。于是男主骑上了车子，带着白和史蒂夫迅速前行。为了赶紧找到有食物的地方，男主真收走了白和史蒂夫的大量骰子，让白保留了2个骰子，史蒂夫则保留1个。这样白和史蒂夫身形都变成了小婴儿，两个人的饭量也会同时减小。男主则得到骰子后身体变成了40岁的大叔，但同时体力也增加了不少，这样就保证了日夜兼行，缩短了旅程天数。不过后面那几天男主连续赶路，一直没有睡觉，人都快疯了。好在白发现了正好路过的第152格的附近有森金总所住地理环境的旅馆，到那里他们可以顺利的重新补充食物，正好又有温泉，还可以洗个澡，这也能让男主得到休息的机会。本来按照预定计划，有了食物以后，为了增加战力，男主会将一部分的骰子交给白。不过白玩了一点心机，让男主给了自己14个骰子，好让他的岁数变成18岁，以达到白诱惑哥哥的目的。结果变大了以后，白发现自己脖子以下一马平川，白当时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好在白想死的这个状态下，脑中闪现出了走马灯的画面，看到了男主过去喜欢的各种偏偏本本，从中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答案。男主他是个萝莉控，不用担心胸平这个问题。为此白又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动力。不过白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于是白软磨硬泡，硬是把男主拖到了浴池附近，逼着男主给自己搓澡以作安慰。作为一个健全的男性，男主正努力的在男人和禽兽间做着心理斗争，眼看禽兽的那一面就要战胜理智的时候，吉普利尔突然闯了进来。男主立马就借机转移话题，说吉普利尔，你怎么骰子就剩2个了？来这里我给你8个。男主因为让渡骰子身形变成了小孩，这才避免了近段之恋的超展开。而此时此刻，其实吉普利尔和伊野都赶到了男主他们所在的这个旅馆。那么这2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时间要向前倒上那么一会儿，在男主他们来到这152格的时候，伊野老爷子其实也赶到了这里。此前伊野很不幸的踩中了自己出题的那一格，本来伊野都打算等死了，结果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写足语，根本不需要完成课题就可以前进。伊野这时候才明白自己被男主给耍了，心里那叫一个恨呐！所以为了追上男主，给男主一点教训才算解气，所以伊野一路开着血坏技能奔袭追到了这里。但没想到的是，刚到这格，吉普利尔就突然出现在了伊野的身边。伊野本以为吉普利尔是来找自己的麻烦的，但吉普利尔却是用不屑的语气向伊野询问，前方有3个人类气息的人，中间有2个人是不是主人？这让伊野很诧异啊！明明比自己能力还要强的天翼种，为何此时会在这里？而且
还要跑来询问自己这些他明明立马就能知道的事情。不过目标一致，一野也没有再多想，就跟在了吉普利尔的身后，一起到了旅店这，并看到了一束梨花压海棠的名场面。不过很快男主就因为把骰子交给了吉普利尔，男主的身体瞬间变成了小孩子的模样。闹剧在第三方人员出场后算是告一段落。在支开了妹妹和吉普利尔后，男主就被浑身是肌肉的裸男大叔一野强行拉进了温泉，一起洗澡了。看着那粗壮的东西都赶上男主的胳膊一样粗了，男主感觉身心都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冲澡完之后，男主实在是过于疲惫，就和妹妹等人在旅馆里面睡着了。但是半夜的时候，男主却被突然闯进自己房间的吉普利尔给吵醒了。虽然吉普利尔说自己闯进来的理由是为了给男主他们取暖，但是吉普利尔突然话锋一转，就问男主你对转身的看法是怎样的。甚至吉普利尔还拿白做举例，说假设白是某个人的转身，或者说有一个跟白完全相同的灵魂的转身体来依靠男主，男主要怎么做？男主则给出了标准答案，说白就是白，别人的事和我无关。而至于转身到别人身体里面来投靠男主之类的，男主相信这个事儿首先就不会发生，而且都已经转身了，那就已经是不同的人了。男主认为这样的人不会来投靠自己。不过这时候妹妹白却突然插话道，自己要是真死了，无论转身多少次都会来到男主的身边。原来白早就被两个人的对话给吵醒了，白实在是看不惯男主的答案，赶忙插话来纠正男主的错误。而吉普利尔似乎也从这个对话中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于是吉普利尔跟男主说道，对不起主人，这次我无论如何都要获胜。说完这话以后，吉普利尔这个人就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候男主才发现坏事了，因为之前男主给吉普利尔的那8个骰子，吉普利尔也一并给带走了。不过所谓车来降档，水来土掩。第二天男主根本就没把吉普利尔的事放在心上，调整好了心理状态，继续带着队伍向前前进。不过一野老爷子根本就没有等男主他们，当天晚上就提前走出去了很久。等男主千辛万苦驾着哈雷摩托车，终于来到了第3次要回答课题的格子时，却发现又遇到了一野老爷子。男主的内心那叫一个崩溃啊！尤其是洗完澡见过那个粗大的东西之后，男主真是不想再看到一野了。而男主他们所要面对的这个课题，正巧还就是一野老爷子出的，题目是为了世界把那个东西给折断吧。如果按照以往这就是个白送题，随便找个东西折断一下就完成课题了。但是一野此时却充满了杀气，如今手上只剩3颗骰子的一野，外貌也变成了年轻时候的样子。一野此时突然展开了血坏的技能，信誓旦旦地跟男主说，按照游戏的规则，只要出题者在，那么课题也可以进行更改。那么各位来比比看，是你们折断东西的速度更快，还是我现在折断这个渣男的速度更快呢？这话明显就是冲着要杀了男主而去的。而此时一野的脑海中却回想起了自己当初年轻的时候与巫女初次见面的事情。原来6000年前那个大战之后，兽人种依然是一片散沙的状态，种群之间互相争斗，纷争不断。可是在60年前，还是一个小孩子的巫女碰到了一心想要开后宫的一野。巫女用自己绝对的血坏力量战胜了一野以后，希望得到他的协助，重新让上千种类型的兽人种都能和平的生活下去。一野就是被巫女的这个人格魅力所吸引，跟随他半个世纪。巫女最终也没有食言，组建了兽人种的联合体王国。但拥有伟大志向的巫女却逐渐走向了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而去牺牲少部分人的道路，排外歧视，只为保证兽人种的权利。但直到巫女遇到了男主他们以后，巫女的心开始动摇了。巫女不理解，真的可以做到不牺牲任何人就能实现大家共同利益的结局吗？而现如今巫女死了，一野也再一次思考起曾经困扰巫女的问题，思绪中断。一野此时展开了血坏的技能，浑身肌肉膨胀，在他大声倒数5个数之下，眼见他就要冲去折断男主的瞬间，男主却毫不在意地说出你做不到的。接着一野就停下了动作。原来特图所设立的那个盟约优先级是高于眼下这个大富翁的游戏规则的，所以一野根本就没办法对别人痛下杀手。但一野的动作却实实在在的吓到了史蒂夫他们，所以史蒂夫等人早已把背包里的食物给折断，算上男主折断的食物，正好3人取胜，一野失败，骰子归零。但一野似乎并不后悔，他含笑中逐渐从大人的身形不断变小，最终一野在消失前一
如往常的嘲讽似的对男主说他会跟巫女在另一个世界等着看男主他们掉入陷阱。不过男主其实早就发现了，彻底失去骰子的人并不会真正的死亡。实际上一眼没了骰子以后，以灵魂的状态回到了兽人的国家。不过一眼那个状态确实也把兽人国家的那些官员们都给吓了个半死。回到自己国家的一眼才明白，原来男主早就看穿了，骰子就算全丢了，人最多也就是回到灵魂的状态，回到地面，游戏彻底结束前人依然会活着。而此时此刻男主和一眼他们其实已经在游戏里面玩了大概1个月之久了。而在游戏之外的这个异界里，各个国家之间的纷争可并没有停歇。本来男主早就安排好了菲尔和克拉米作为内应，去转移其他种族的目光，不让他们趁虚而入，并且给了他们一个艰巨的任务，是作为结束男主他们跟神游戏的关键要素。但此时此刻克拉米他们却来到了兽人种的国家，并在与灵魂状态的一野见面之后吓了个半死换谁也会吓到了不过等缓过劲儿来以后，克拉米重新郑重地向一野说道，我们要你们兽人种的所有领土与人才，所以现在开始与我们对战吧。对，没有错，克拉米他们叛变了。克拉米和菲尔借着无间道的身份，反而作为了森金种的代表，跑来趁着空白他们不在的时候，打算一举吞并兽人种的人的国家，根本就没有第一时间去帮男主他们结束游戏。克拉米他们还嚣张地说，这一切都是他们设计好的剧本。正当一野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却突然抢答道，这个剧本可是为我写的吧？声音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布拉姆。当然他也是幽灵的状态出现在这里的。不过布拉姆隐藏在这的气息，连菲尔这个6重术者从头到尾都没能察觉到。原来游戏规则里面这个骰子被剥夺之后会变成幽灵状态，就是布拉姆给加进去的。而布拉姆之所以会跑来跟男主他们一起与神对战，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等待这个时候的到来。因为男主他们早就算计到克拉米和菲尔他们会叛变，现在克拉米和菲尔他们已经骑虎难下，因为没有肉体的布拉姆其吸血种的能力被强化到了最佳状态。如果菲尔他们不按照布拉姆所说的去做，布拉姆可以快速移动到森金种那里，揭发菲尔等人的背叛行为。现如今反而成为了布拉姆逼迫菲尔等人按照他的赌约来玩一场另类的游戏。而另一边，空白他们在走到第296格的时候，正好处在了吉普利尔所在的课题之上。本来课题达成的条件非常的苛刻，本可以直接无视继续前进，但就在这一刻，吉普利尔却突然出现在了这里。原来吉普利尔从之前与男主接触之后，就一直尾随在男主他们身后，等待这一刻的到来。这时候吉普利尔的出现正好构筑了前提条件。吉普利尔也是没有任何废话，立马逼迫男主白和史蒂夫向盟约宣誓，跟他吉普利尔来一场重现6000年以前的种群乱战的生死斗。那么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